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一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调理我们痔疮的一个方法。痔疮呢，是因为我们长期久坐不运动，再加上我们饮食爱吃肉、油腻的以及辛辣的，久而久之导致我们的肛门周围气血循环差，慢慢才形成了痔疮。好，我们大概都清楚，一般有的痔疮的人，尤其是内痔，容易便血啊。因为其实痔疮它有些人会长一个小肉球，因为我们治疗的比较多，也见过比较多，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淤血。好，我们这个方法就是通过锻炼活动我们的肛门周围的气血，让它循环，从而把这些堆积的淤血给它带动起来，然后进行预防和调理我们的痔疮。好，我为大家边示范边讲解。我们要想解决痔疮对我们带来的困扰，首先一定要每天要运动，还有就是说，在我们办公的时候，每做一段时间，1个小时左右起来走一走，然后活动一下，已经有了形成的问题，我们每天配合一个锻炼，应该对我们的恢复有很好的帮助。好，这个就是说进行抱膝单腿的。好，首先我给大家示范，先看左边的，好，把我们腿慢慢抬起来，然后往胸前收，手进行抱着膝关节下，好抱。当我们抱的同时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屁股这一块的肌肉，以及到肛门这一块，全部都给它拉伸活动。好，抱个数一下，5到10秒。开始有些人站不稳，时间短，我们要坚持练习，会越来越好。好，慢慢放下。右边的，好，慢慢起。好，慢慢放下。我们做完这个动作有什么感觉？2个算1次，做个2、3次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到身体就开始发热，尤其我们就是后背这个屁股这一块开始发热。有的人屁股这地方长期久坐，导致板结气血不通。大家每天可以在工作之余进行练习，预防我们得痔疮。有了的话，可以进行调理一下。如果非常严重的，还得需要去到医院检查治疗。好，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一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弓步甩手的运动。之前我们录过甩手的运动，它可以配合我们的双腿，是调整我们全身的经络的，以及我们的肩周炎。这个配合甩手对我们的肩周炎也有很帮助，疏通我们的肝经，疏肝理气，以及排肝毒。一些肝的问题，我们进行调理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边示范边讲解。我们要做弓步，先以左弓步为示范，把左脚向前跨出一步，然后大腿是呈90度，然后后腿绷紧脚尖往前，然后身子转过来。好，我们把手臂自然下垂，手指张开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开始甩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我们可以从1个9次做到3个9次，我们最多做7个9次一边。我们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大腿内侧被拉伸，甚至酸痛。我们收回以后，就慢慢的把我们的全身搓一下。然后从内收回，然后在后腰进行搓一下。好，把胳膊都搓一下，这样的话你的气息就平稳了，然后整个人就会很舒服。希望大家在早上或者是白天练习，晚上不要练习。晚上不建议剧烈运动，要静养。好，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私信，谢谢。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一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缓解我们眼睛疲劳，然后调理我们眼睛上的问题的方法。因为现在我们经常看电视，或者是在电脑面前办公，甚至长时间玩手机，都会导致眼睛干涩、流泪、疲劳等等一些问题。下面这个方法就是说，去点按我们的手部有几个穴位，有时候我的眼睛不舒服，也会去
进行点按，然后进行缓解，效果是很不错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讲解和示范。我们要做的位置就在我们的大拇指，就是背面这个会动的关节上面，就是这有3个穴位，就是明点穴、大股空穴，还有那个凤眼穴。我们怎样操作？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去一下子点按这3个穴位进行按摩。你如果说你这个眼睛干涩的比较重，那我们可以用大拇的指甲，就轻轻的对这3个进行给它像刮痧一样给它做，你会做会非常的痛，主要刮里面的结节会非常的痛，大家试一试。我们就说每次要是点按，一般按揉个3分钟左右就可以。如果刮拭的话，基本上把里面的结节刮得稍微变小或者松开就可以，每次刮个1分钟左右。好，把这刮完换我们的右手，左手做完换右手是一样的。好，可以点按3分钟左右。刮至这个同时，你会感觉你眼睛干涩流泪，这个地方会得到缓解。还有就是说，我们晚上不要熬夜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有这些问题可以用这个位置进行调理。谢谢大家。爱健康，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手3里拔罐，我们常用来调理腹痛、腹泻、肩周炎以及我们的腰背痛等问题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边示范边讲解这个方法的操作。拿出来我们准备好的气罐，然后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手3里的位置，在我们的腕横纹处2寸，基本上就2个手指头，腕横纹好2，然后在这个区域自己操作可能说会比较麻烦一点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拔完再拔另外一个啊。我今天给大家示范，因为我经常有时候会给自己拔，然后就会拔得比较紧。我们拔完一个，拔个就是说7到8分钟左右就可以卸掉。有些人就是像肠鸣，就是腹泻、肩周炎不太好的，拔个1次效果就会很明显，有的2、3次它就会能好。我们拔1次，中间隔1天再拔第2次。好，我们拔完左手再换右边我就不用找了，因为我经常拔，就一眼睛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区域。我们扎针灸会找穴位的一个精准点，如果我们拔罐，一般我们会找这个区域，因为罐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拔就是一片。好，这个也是拔个7、8分钟左右。如果是自己拔，可以一个拔完再换另一个，如果是找别人帮忙，可以2个一起拔。大家如果有以上问题，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，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私信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，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点按神门穴。神门穴是我们心经的原穴，它可以调理我们心烦、失眠、多梦，还有头痛等一些问题。首先，我为大家讲解和示范神门穴这个方法。神门穴呢，我们先找到它在我们的手腕横纹这个位置，手的大拇指这一侧叫桡侧，然后小拇指这一侧叫尺侧，它在我们的尺骨的顶端，就是靠近我们腕横纹，这有个凹陷的窝，我们按一下可以摸到尺骨头的顶端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就用手进行点按，按揉可以，或者点着不动，然后点按你会有酸酸的胀胀的感觉。如果你失眠睡不着，可以点按个3分钟左右睡觉前。如果说你有健忘以及我们那个头痛啊，可以经常每天进行点按个3分钟左右。点按过左手，然后换右手，因为穴位这都是对应的。好，找到位置，找到尺骨、腕横纹、尺骨的顶端凹陷，好，按着点按也是酸胀的。好，每次点按3分钟左右。如果大家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可以每天进行左手和右手各点按3分钟左右，对我们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改善的方法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私信，然后我们都会及时回复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，爱养生，大家好，
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去除黑眼圈、消除我们眼袋肿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揉我们的承泣穴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讲解和示范这个方法的操作。好，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，然后进行取穴，把中指贴着我们的鼻翼，然后食指轻轻放下来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承泣穴。好，这有个我，然后左边也要找到。好，可以两个一起做，闭上眼睛，轻轻的点揉，每次做个3分钟左右。大家如果严重的话，会感觉到点按有酸胀的感觉。好，如果你的黑眼圈比较重，或者是有眼袋的，可以做一做。还有，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消除黑眼圈、去除眼袋的话，就要做到少熬夜，就是晚上要早点睡觉，早上早起，因为熬夜是造成我们黑眼圈和眼袋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私信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在猪三里拔罐。我们都知道，猪三里是调理我们脾胃、胃胀呀或者呕吐、腹泻等这些问题，我们都会针刺或者点按猪三里，而且经常对猪三里按摩点按的话，它会刺激我们的猪三里，促进我们的消化，它也叫长寿穴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讲解对于这个穴位拔罐，然后来进行调理我们腹胀、腹泻、呕吐以及胃肠功能失调的问题。好，下面我们边示范边讲解。首先，我们还要把我们准备好的气罐拿出来，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找猪三里的穴位。猪三里我们可以在膝盖下面这个凹进去的位置，然后手比一下3指，好，大概就在这个区域是我们的猪三里。我还是讲，因为大家咱不是系统的学医，对于这个取穴，我们取的都是一个范围、一个区域，因为我们的罐它是一盖就是一个面积，把我们的准备好的罐给它对着这个区域拔好。好，一般拔到会有酸胀的，然后我们拔完一侧，然后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方法找到，好，然后拔上头。好，就是说拔罐，包括我们按摩敲打，我们有一个笨的方法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找不准穴位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周围这一块全都给它做开了，做到位，然后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。好，大家如果拔完罐，一般坚持个也是8到10分钟，然后我们再把罐给卸掉。好，卸掉完以后，这个猪三里我们就可以进行用手给它按揉一下。按揉个3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也给它按揉一下。好，有些人可能会紫色或者黑色，然后像有颜色的这一种人，我们拔完要等它消了以后再进行拔罐。好，什么时候我们不拔呢？就是说我们胃胀或者是胃肠功能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调理，我们就可以暂停对这个猪三里拔罐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私信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